俄军的装甲部队遭遇到了生存危机，精确制导炮弹真的要命，这证明中国又走对路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战场上，乌军对付俄罗斯的装甲力量的主要武器正在发生改变，也就是从标枪、反坦克导弹变成了亚瑟王神箭炮弹。从最新的作战画面来看，乌军正在使用这种炮弹来攻击俄军的装甲车辆，而且基本上一打一个准儿。M982神箭制导炮弹由美国雷神公司和 BAE 系统公司联合开发，它采用压式舵机和6片旋转展开的尾翼，采用激光制导加 GPS 修正，打击精度在5到20米左右，实测精度呢在4.2米左右。这种制导炮弹的早期射程为23千米，增程型的射程达到了40千米。该炮弹的单价为6到8万美元。据说100发炮弹就有50发能够打在4米的圆圈内，再切换到激光半主动制导，就可以打击移动目标。这对俄罗斯的军队来说可就要了命了。在西方侦察体系和乌军无人机的支持下，俄军的坦克、装甲车正在受到极大的威胁。美国人认识到制导炮弹的作战效果后，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援助乌军500枚左右的炮弹，包括高空爆炸、点起爆和延迟穿透爆炸，可有效地打击人员、非强化的城市结构以及轻型的车辆设备等等。加装了传感器的弹头还可以用来对付自行火炮和装甲车辆。可以这么讲，这种炮弹让乌军在俄乌战场上获得了优势，其精确打击能力远比俄罗斯军队目前所使用的炮弹要来得有效，而对其后勤保障的要求也相对较低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炮弹如果能够减少对后勤保障的依赖，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俄乌战场的走势。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俄罗斯军队由于使用大量的非精确制导的炮弹，消耗量比较大，目前很可能会面临炮弹不足、炮管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。而使用精确制导的炮弹，其发射量呢将会大幅度的下降，打击的效能则明显提升，因此不会在后勤保障上带来更多的麻烦。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火箭炮世界第一，其实中国的深管火炮和精确制导炮弹并不比美国差。早在2008年，中国就在武器装备展上公开了 GP1 型精确制导炮弹，其命中概率几乎与反坦克导弹相当，但是其射程呢又远远超过反坦克导弹。不仅如此，中国产的这种制导炮弹还相当便宜。按照俄罗斯军队现在的玩法，要摧毁一个目标，往往需要多门152毫米榴弹炮进行齐射，而 GP1 炮弹可能只需要1到2发就能摧毁单个目标，其消费比提高了10倍以上。此外，中国除了研制成功 GP1 炮弹以外，还有 GP155型智能炮弹。这种炮弹在飞行的末段可以释放2个子弹药，子弹药通过激光制导、毫米波雷达制导等方式，最后能够精确地打击坦克炮塔的顶部以及发动机的部分。这种弹药也被称为末敏弹。中国还有 GP8 半主动激光制导炮弹，发射这种炮弹时呢，需要单兵负责末端的激光照射。中国研制上述制导炮弹多半是用于远程的榴弹炮、加榴炮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国家还推出了适用于迫击炮和火箭筒的 GP4 主动激光制导炮弹，其最大射程为6公里。而 GP120B 这种制导炮弹更变态，它采用了毫米波加激光加卫星制导，专门轰击敌方的装甲车辆。美国的神箭炮弹最大的短板就是贵，这在中国强大的军工生产体系面前根本就不算问题。解放军
完全能够用得起。未来的炮弹可不仅仅是比较火炮的数量，还要看精确制导炮弹的质量和数量。而中美两军可不用做选择题，我们现在在火炮和炮弹的几乎每一个节点上都拥有世界领先水平，这才是双方最大的差距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